全国厨房都做错了。一、拆掉原来的推拉门和非承重墙体，空间更开阔，而是利用冰箱侧面做酒柜，安装吊轨推拉门，关上是厨房门，打开是酒柜门，旁边延伸做吧台备餐更方便。没事和老婆喝一杯，记得这个位置要切圆角，撞不到人才安全。吧台下面内嵌小冰箱，存满老婆爱喝的快乐肥宅水。吧台上面做鱼缸，每天和老婆可以欣赏游游的鱼。岳父来了，到隔壁老王家借个大盘子，还可以炖个鱼汤给他补一补。上面定做液压折叠上方窗，吃饭时打开，做饭时关上。打开时也不会碰到吧台的任何物品。吧台反面储物柜，空间不浪费。二、洗菜台不做一样高，老公洗菜切菜弯腰很辛苦，一定要抬高100，老公开心洗碗切菜不累腰。不装台上双盆槽洗锅太费劲，垃圾不好清理，四周打胶容易发霉发黑。装个大单盆铁锅都能在里面跳舞。一定要做台下盆，台面垃圾更容易清洁，老婆打扫卫生更开心。三、一定不要买这种普通的水龙头，也不要直接饮用水龙头的自来水，沉淀后有少许杂质。拆开家里的厨房水龙头，里面过滤了这么多脏东西，水龙头里面的水即使是自来水厂处理的干净，但是也有可能因为输水管道的老化而产生的杂质，对人体的肝和肾毒害非常大。一定要买智能显示的水龙头和净水器，随时监测水质情况及滤芯寿命。橱柜底下预留插座，安装净水器。四、不装这种直角挡水条，打胶容易发霉发黑，还有卫生死角还不好擦洗，而是用这种弧形一体的挡水边，打理方便，还不会发黑变霉。老婆每天开开心心打扫卫生。几年后流行的卧室：一、不装传统衣柜，衣服挂得太少，而是在拐角处做个五角高柜，中间嵌入一个旋转柜，分4个扇区，一个梳妆区，晚上睡觉画个美美地妆，一个大衣长衣区，一个包包区，一个首饰区，空间够大，还能跟老公玩藏人游戏。旋转进去真的很难找到。二、右边衣柜留1.7米给老婆挂长裙，下方做抽屉装内衣裤袜，拿去更方便，上方空余地方还可放置物篮，空间不浪费。左边衣柜挂中短衣服区，中间留个区域装个灯带，就是床头柜，抽屉储物才方便，记得切圆角，碰头也不疼。当然你觉得这个旋转价格昂贵，也可以买个成品旋转挂衣架，挂衣超多，360度拿取也方便。三、不买成品床，床头就占了20公分，而是找二舅借几百块，做个镀锌钢管做框架，下方侧面封木板，框架上方也用木板包严实，放上床垫松松软软，真的很舒服。记得下方装灯带，更有氛围感。这个悬浮床很稳固，大母猪跟他儿子玩耍也能屹立不倒。床头装半高式面板配灯光，不占地方，颜值高。四、墙面不贴墙纸，不环保还容易裂，而是直接乳胶漆，中间嵌入几根金属条，价格便宜，颜值高。五、窗户边上做矮柜，抽屉储物更方便，放上软垫就是飘窗，坐着躺着才舒服。旁边延伸做梳妆台，老婆化妆才高兴。记得要切圆角才安全，下方可放梳妆凳，空间利用不浪费。六、不装螺马杆窗帘，占地方还漏光，而是装在窗户里面，空间更节省。七、一定记得装个双联开关到床头，开灯关灯不起床才方便。爆改疯狂小杨哥卧室，小杨哥好不容易玩下游戏，突然后面门声一响，往后一看，又是杨妈妈把一脚给门踢飞了，连10几个门锁都在群魔乱舞。这次找钢铁侠打造了一个5吨重的钛合金门，只开一个圆口子，杨妈妈想进来就要做几年体操才能飞进来，关上门720度旋转锁起来，就算大杨哥买个压路机过来连续的去撞击它，这个门也能完好无损。二、拆除复杂吊顶，也不装传统衣柜，挂不了几件衣服，甲醛还多，而是墙边做一圈方管，中间3根方管横竖焊接，再用1根短方管把它顶起来，上面4块实木板把它包严实。三、焊接4根 L 型方管，再找杨妈妈借10几块买几根膨胀螺丝固定在墙上，左边挂小杨哥的衣服，右边挂小杨嫂的衣服，分开挂才不打架。拐角处花200买个成品旋转架，360度旋转挂取真的很方便。短衣区下方放置整理箱，空间不浪费，就算老婆只有1.4米，上面的衣服也能轻松拿去。右边来个梳妆桌，老婆晚上睡觉画个美美地妆，老公笑得合不拢嘴，旁边开放格，老婆化妆护肤品不能少，背面贴个全身镜，照出老婆曼妙身材。最后装上百叶门，防尘还透气。四、不买板式床，经常被扔还容易散架，而是定做钢架床，盖上专用排骨架，放上床垫稳固耐用又透气。然后找经常给我煮饺子吃的嫂子，借50块买几个定向滑轮，安装在床架下面，记得墙面做软包就是床靠背，不用就把这个床推进去，地面铺上实木地板，就是玩耍小天地。小杨哥从此不玩游戏，每天玩小火车也很开心。五、拆掉电脑桌和电脑，让小杨哥飞向天空玩几天去，也不装这种传统推拉窗，还有一手铁窗类的防盗网，而是选择这种小型的一键液压折叠窗，收上来是窗户，放下去是个小阳台，下方做矮柜，抽屉储物真的很方便，放上软垫就是休闲区，左边悬空做书桌就是小杨哥的电竞区，游戏玩累了还可走到阳台拥抱一下美丽的大自然。狗都压不垮的榻榻米，房间太小，做榻榻米是唯一的选择，能收纳还省空间。可是传统榻榻米是一堆板材拼成一个大箱子，防潮也是个大问题。但是你不可否认，它真是的物件的收纳神器。可是你找全屋定制，没有1-2万很难搞定，关键是甲醛释放都要好几年。正确做榻榻米的方法应该是用钢架结构，在你要做榻榻米的区域焊接一圈方钢，固定到墙上，做几条骨架，
骨架下面再焊接几条腿，给它撑起来。中间的骨架上面背靠背焊接2条 L 型角钢，靠边的方钢焊接1条贴着墙，再到市场上买几块实木板，刷上木蜡油，盖在上面，分分钟就搞定了。记得板材的厚度要与角钢尺寸保持一致就行了。这样做，几根钢管、几块模板，一个人工就搞定了。关键是超级的结实，就算二舅家贪吃的几条狗在上面跳舞，榻榻米也能屹立不倒。你如果想要抽屉，就在内侧加几块立板，4个大抽屉储物也不少，拿取比掀开床垫还轻松。如果怕潮怕霉，就在地面上铺一层防潮垫，床尾做个伸缩柜，拉出来放东西，再推进去真的很方便。上面做衣柜，挂取虽然要上床，但总比没有好。中间空格还可放书籍，右边来个悬空书桌，读书写字也方便。记得插座一定装在桌子上面，拔插才方便。上方做吊轨，高考复习题随便放，别忘了来条反槽灯带。读书明亮不刺眼，记得窗帘不再装墙边，太占地方，而是装在窗户里面，更加节省空间。床的边上再做半高软包，睡觉不靠墙。客厅17不装：1. 一定要在顶上做框架填充隔音棉，谁都不能保证楼上邻居很安静。2. 不装这种2级吊顶，降低了层高，还费钱藏灰尘，而是平板石膏线走一圈，省钱颜值还高。3. 不装水晶吊灯，贼贵还不好清洗，而是做2个反灯槽搭配磁吸灯，光线舒服颜值超高。3. 不装木地板，容易刮花还有甲醛，而是铺75乘1米5大砖，经久耐用，空间颜值高。4. 不装这种立式空调，占地不少还费钱，而是装这种风管机，价格不贵，冷暖舒适又美观，记得风口一定加长才漂亮。5. 不装复杂电视墙，容易过时还费钱，而是做收纳型电视柜，能储物，关键颜值还高。6. 不装护墙板，浪费空间还费钱，而是做石膏板刷白，配上几根金属条，空间变大才是硬道理。7. 不会买 L 型沙发，摆到家里实在太笨重，而是买个一字型沙发，松松软软才舒服，搭配一个单位椅，空间灵活颜值高，别忘了要圆角台板悬空茶几，挪动才方便还不会撞腿。10. 不会再装罗马杆窗帘，不好看还漏光，而是装窗帘盒，轨道隐藏效果才好。11. 不会再装推拉门，空间被堵住，感觉很压抑，而是拆掉推拉门，空气更流通，记得千万不要门槛时，地砖通铺到阳台，空间才更开阔，而且通风更好。12. 不会装平开铝合金窗，空气不流通，关键台风来了一吹就掉，而是装2.0铝合金开窗最大化的推拉窗，空气流通才健康。13. 记得下方装个折叠架，晾晒被褥枕头真的很方便，不用了收起来不占地方。14. 不会阳台中间晾衣服，影响采光通风，而是装在侧面，晾晒也很方便，关键客厅视野更通透。15. 另一边做个综合柜，记得砌个砖地台，柜子才不潮，上面洗衣机、烘干机、内衣机、手洗池全配齐才方便。16. 装修想找好看又实用的设计，千万别在网上盲目搜，大多都不实用。